大家好，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3年3月20日的走势。首先，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3月17日走势的基本信息。它的开盘价是184.51，收盘价是180.13，在盘中最高价是在186.22，最低价是在177.33。那在盘中，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负值是达到了9个点。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又收在了5日均线值的下方。量，当日的成交量是1.332亿股，是前一个交易日的1.1倍量增。KD 值，开口略有缩小。双线是继续上行，那这样的现象说明股价在上行的走势中出现了减弱。MACD 开口不变，双线也是继续下行。那在零轴的下方出现了较前一个交易日更短的红柱。那这些信息说明股价在由多头趋势转向空头趋势。那通常我们在前几期视频讲过，MACD 的这个快线一旦下穿了零轴就说明股价已经是进入到了空头趋势。那如果上方的这个慢线在日后也进入到零轴的下方，那么股价的趋势呢将彻底进入空头趋势。好，这是我们对这个定义的重复说明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K 线信息。在3月17日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含上下影线的小红 K 线，它是一根下跌的 K 线。那它所处的位置呢，是在股价出现反弹后的横盘中。那我们会看到，在3月17日当日，股价是收盘价是又重新跌破了5日均线值和10日均线值。那并且在当日，我们会看到在上方185附近，也就是前高185附近是遇压力而出现股价会出现下行。对，那说明上方的压力是很大的，然后收盘价跌破了重要的支撑，那也就意味着后续股价将会继续下行。好，这是 K 线信息的解读。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分析后续股价的走势。我们调出辅助线。那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频我们对3月17日股价走势的预测。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是有2个方向，一个方向会出现反弹，收盘价会在189，另外一个方向是股价会出现下跌，收盘价会在177。这是第一个可能。另外一个可能呢，股价很可能会出现平盘，也就是收盘价依然在184附近。实际在3月17日收盘价是在180.13，那股价是出现了下跌。那我们刚刚从 K 线信息解读说股价的收盘价跌破了5日均线值和10日均线值，那么后续会有继续下行的可能。那接下来我们先来看股价的下行。那对于3月20日和之后的交易日，股价如果下行，它的第一个目标依然是162这条水平线，它是3月13日这根 K 线的最低。我们说错了，应该是164。对，好。那么这根 K 线的最低实际上是股价下跌，也就是回档到低点出现反弹的这么一个我们叫做其反弹
反弹开始的第一根 K 线的最低，所以股价反弹结束之后，如果反转向下，那么它的第一个目标一定是要跌破这根起涨 K 线的最低，也就是164。那股价在到达164之前呢，我们说有一个重要的支撑，就是在176，176是3月15日这根 K 线的最低。我们会看到出现这根蜻蜓线之后啊，日后这是一个直涨的 K 线。那在接下来一根 K 线呢，收盘价是站上了这根蜻蜓线的最高，也就是确认了这个我们叫做直涨的 K 线，但是确认的是续涨，对，也就是说又站上它的最高，那么股价将会继续上涨，也就是继续反弹。所以这根蜻蜓线的最低啊，是在近几个交易日反弹的一个起始 K 线，所以它的最低176将会成为股价下行的一个强支撑。那我们也会看到，对于3月20日来说，当日新生成的50日均线值也会在176附近，对，这是一个比较强的支撑。然后接下来一个支撑就是167，是3月13日这根 K 线实体下沿，对，好。这是我们说股价下行在到达164之前，的两个重要支撑。好，那一旦股价日后跌破了164呢，我们说股价将会进入到一个深度的回档。实际上，目前如果再跌破164啊，我们会看到，假如在3月17日这是一个高点，又出现了头低。然后日后如果再跌破164呢，将会出现底低，那也就是确认了这个空头的趋势，那股价将会进入到深度的回档。深度的回档，我们指的是从1月6日开始起涨，一直到2月16日这一波涨幅的深度回档。对，那一旦出现深度回档呢，接下来的目标依然是138。那在到达138之前，这个缺口的上沿154和缺口的中线150，在这个区间将是一个强支撑。也就是遇这个支撑，股价也很有可能会反转向上。对，好。那这是第二个目标。那一旦138被跌破呢，我们说接下来股价的目标一定是101.81。这是它的第三个目标。好，这是股价的下行。那我们再来看反弹。反弹，那我们说股价目前如果继续向上反弹，有一个标志位，也是目标，就是3月17日这根 K 线的最高是在186附近，所以这个目标位我们要上移了，上移到186。股价能否继续反弹的重要标志，就是要站上3月17日这根 K 线的最高。因为从3月17日，我们如果向前看，也就是从3月13日开始的这波反弹，到3月17日出现了一个红 K， 那这是一个重要的标志，因为当日的 K 线的收盘价是跌破了5日均线值，所以说这一波反弹可能即将结束。那这一波反弹的最高点将成为日后股价能否继续反弹的标志，也就是说，要继续反弹必须要站上它，所以186是股价后续反弹的第一个目标。那如果能够站上186，股价将会继续反弹，那接下来的目标就是200关口。那站上200关口将会重新建立多头趋势，因为会出现头高。
那在站上200关口之前啊，20日均线值将是一个强压力。好，我们继续说，200关口如果能够被站上，那就重新建立了多头趋势。接下来的目标就是211和上方的217。那如果能够站上这2个位置呢，将会确认这个重新建立的多头趋势，那股价将会出现一波新的上涨行情。好，这是我们说的股价的反弹。那么我们现在呢，再加一条趋势线，也就是我们要看3月20日在盘中我们要关注哪个位置啊？我们先把这个说了，在3月20日盘中我们要特别关注182。182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的上限，也就是我们如果股价能够在日内或者收盘价能够重新站上5日均线值啊，我们说会有继续反弹的可能，或者在这个区域进行横盘。对，好，我们把这条水平线上移到182，这是我们3月20日日内要观察的一个点位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加一条辅助线，也就是一条趋势线，是2月28日这根 K 线的最高和3月17日这根 K 线的最高。好，这是一条新的头低的下行趋势线。那么我们画出这条趋势线啊，也是作为日后的观察。尤其是对于3月20日，那我们看股价日后如果是出现下行，那是否会沿着这个趋势线下行？那如果股价出现了反弹或者是横盘呢？我们看看日后股价是否能突破这条趋势线，因为突破这条趋势线也将意味着股价有可能会继续反弹，所以我们画出这个辅助线呢。作为日后的一个观察。好，那以上是我们对股价后续走势的分析。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。那在前一期视频我们给出，我们目前有一个仓位是在3月14日的收盘价，183附近有进场抢反弹，然后是5%进场，守停损是守当日 K 线的最低，我们守在了177。那在接下来几个交易日呢，股价是一直没有跌破177的，并且在3月16日的收盘价之后呢，由于它的收盘价站上了这个前高，然后出现了上涨的绿 K， 也站上了这根直涨的蜻蜓线的最高。那我们说股价有可能会继续向上，所以我们把止损位是由177提升到了178.5，就是这根 K 线的最低。那么到了3月17日收盘价，我们看到它没有反弹，但是呢，收盘价也没有跌破我们设定的止损位。那我们会继续持有，我们可能会继续有这个抢反弹的仓位。那对于3月20日来说，那我们将会把这个止损位由178.5要下移到177，还要下移回来。也就是守3月17日这根 K 线的最低。那原因呢是这样一根 K 线啊，我们可以再加一点信息，就是左边是上涨的绿 K， 右边是下跌的红 K， 红 K 的实体包含了左侧的绿 K 的实体。
那如果我们说这两根 K 线都是小绿 K 线和小红 K 线，如果这是一个中长绿 K 或者中长红 K 出现这样的现象，也就是右边的长红的实体包含左面这个长绿的实体，如果是这样的一个现象，这叫母子怀抱变盘向下的 K 线组合。那日后如果跌破了这根红 K 的最低，那股价将会反转向下，会出现一波下行的走势所以我们依据这样的一个K 线信息的解读说我们要把这个止损位要下移到这个红 K 的最低。当然，目前不是长红 K 线，而是小红 K 线、小绿 K 线。对，当然，对于这样的 K 线组合，如果日后能够站上这根红 K 的最高那我们说，这个股价将会瓦解这个变盘向下的 K 线组合，那股价会继续反弹。所以我们要把止损位再拉回到177，也就是守这根 K 线的最低，依然是5%的仓位，目前是。好，这是我们对目前持有强反弹的这样的一个仓位的技术上的操作建议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看空头。空头我们只讨论空头，不做空头的操作建议。那对于空头，我们会看到在3月17日，实际上在盘中，在开盘之后，在185附近，我们在前一期视频讲过，在185这个位置是空头要守的位置，也就是在这个位置会有加仓或建仓。实际在3月17日，我们也会看到，在这个位置，应该是有空头的力量进入的，并且呢，当日的空头力量将股价压回到5日均线值的下方，说明在3月17日是有空头加仓和建仓的。那他们的目标一定是下方的162，甚至是更低。那对于这样的一个空头，说到了3月20日开盘之后，我们认为从这个收盘价前一日 K 线的收盘价的180，一直到上方的186，尤其是我们新画了这条趋势线，这条趋势线和3月20日 K 线的交点在184，也就是这个K 线实体的上沿。我们说在180到184、184到186之间，在这个区域都是空单的加仓位和进场位。对，如果在3月17日没有建仓的空单呢，在3月20日开盘之后，那从180一直到186，我们认为一直会有空单进场的。那么他们的目标就是要到164这个位置，那在这个地方建仓或加仓的空单呢，它的回补位，我们在前一期视频说，前面的空头它的回补位是在185，那目前空头会把回补位叫做降低到，对于空头是降低降低到20日均线值是在190附近，也就是它会守190，对。那既然它守190，对于空单来说，不单是从180到186，而是股价一旦站上186，在到达20日均线值，也就是190之前，在这个区域依然会有空单的加仓。那从这样的分析，我们会看到，从180到190，这是空单要守的位置。那这个区域，正是我们做多头要攻陷的位置。对，所以，在这个区域呢，多空双方会有很大的
我们说叫很大的冲突。好，那这是我们对空头的讨论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来看3月20日当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。那首先到来的压力位呢，我们说5日均线值是在180到182，当日新生成的10日均线值是在179到180，所以当日的第一个压力位应该是从前一日的收盘价180一直到182，这是它的第一个压力。第二个压力是186前高，第三个压力是当日新生成的20日均线值是在190附近。好，下方的支撑，第一个支撑就是前低177，第二个支撑是167，第三个支撑是164。好，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，我们给出3月20日股价走势的预测。我们预测2个可能，第一个可能股价很有可能会出现下跌，如果出现下跌，它将是低开盘，然后股价最高会到达181，最低下方会到达174，收盘会收在收盘会收在175.5附近。那它的条件当日必须是低开盘，然后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高于181的，满足了这个条件才会出现这样的下跌。那另外一个可能，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横盘。如果出现横盘，或者我们说叫平盘，如果出现这样的结果呢，它将是小幅的低开盘，或者是高开盘，然后在盘中股价最低会回踩到175.5，在这个位置，最高上方会到达182，然后收盘会收在181附近。那它的条件是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175.5的，满足了这个条件才有可能出现这样的叫平盘。也就是第二个结果，我们认为在这个地方有可能会出现一根蜻蜓线，也就是止跌的蜻蜓线。好，以上呢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2023年3月20日走势的分析和预测。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，同时也向各位会员朋友的赞助表示感谢，谢谢大家。